生态，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词汇。放眼全球，也没有几个科技硬件厂商敢说自己拥有完整的生态闭环。上一个大吹特吹的，还不知道下周能不能回国呢。对于数码爱好者来说呢，生态提到最多的应该就是苹果的3件套，或者说苹果的5件套联动生态啊。不过老款我们都已经说完了，那么我们苹果9月发布会之后新品再见吧。本期视频结束，拜拜。OK， 大家辛苦，那个设备可以撤了。哎，等一等，能组成生态的，好像还有他们。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华为生态3件套，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本视频由小白有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谁说买二手没保障？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有品，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国行正品，价格公道，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小白有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在上班的地铁上，用 P40 Pro Plus 刷一刷微博，想起上周开会定的华为生态视频主题，搜索一下相关资料，找找切入点。哎，这点不错。记录保存在备忘录中。来到工作室，打开电脑，掏出我的至尊 PPP， 将手机触碰到电脑感应区域，叮，第一次手机使用的时候会提示连接确定。利用多屏协同功能将手机投到电脑上，我就可以把手机丢到一边了。晨会上的头脑风暴，手机太小，笔电太重 ，Pad 刚刚好。熄屏时用触控笔点击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备忘录，记录大家头脑风暴的关键点。当提及工作室设备维护的规定，并讨论粉丝小伙伴们的评论反馈时，打开备忘录的语音，一边记录一边识别成文字，不用费劲手写，后期也方便查看。讨论文案大纲，在平板上画一个思维导图，然后向后期小伙伴展示自己的 idea。手机中点开文档，碰到电脑的传输识别区域，文档就自动传到电脑上显示。刚在手机上复制一段文字，笔记本上就可以进行粘贴使用了。确定好大纲，打开电脑查查资料，看看视频，这一段感觉不错。摇一摇手机，靠近一贴，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录制电脑屏幕画面。share 一下，发送给同事观看。工作室坐太久，换个姿势办公，取下平板，躺在沙发上，查查资料，收集一下素材。相较于之前，华为商店里支持平行世界的 APP 越来越多，毕竟合理摸鱼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嘛。手机不在身边，不要慌，音频切到平板上一样接听。总结一下，华为 Share 一碰传、共享剪贴板、多屏协同是联动3件套的核心功能。另外，在 EMUI 10.0 以上，针对竖屏设计的手机 APP 在平板上使用时，这个平行世界把2级菜单同时给你展示在一个画面里，真的是非常好用。多屏协同功能不但可以让你完全脱离手机，在一个屏幕上获取和回复消息，也间接解决了平板端和手机端登上其中一个微信就会将另外一个号给挤下去的不便，因为压根儿就不用登录了。一碰传不但可以非常方便的在平板和笔电上传输文件、图片或者视频，而且对于华为的智能家居上，一碰路由器连接 WiFi， 一碰音响直接投音乐，一碰在电视上直接投画面，等等等等，这些体验都非常不错。这是其他安卓厂商都没有的生态，也是华为能够晋升到大学生购买3件套备选方案的重要原因。我们实际体验了一段时间华为的核心3件套，在日常使用中的效率提升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其他核心功能也都存在问题。比如很关键的共享剪切板功能，手机、平板、笔记本都登录了同一个华为账号，同一个 WiFi 网络下，只能手机和笔记本之间相互使用，平板却无法使用这个功能。文件也无法通过华为 Share 从平板端直接转移到电脑端，平板和电脑之间也无法使用一碰传功能。当然，通过备份到自家云空间里面可以进行下载使用，不过这样就麻烦多了。还有一些单独的小功能点上，比如备忘录中的语音转写功能，这个文字识别正确率还是有待提高的。如果引入搜狗讯飞的 AI 语音识别，自动换行、语音会议、多人识别内容，体验上会有质的提升。多屏协同的手机框也只能移动位置，是不可以像小窗模式一样调节大小的。在笔记本的大屏上使用还可以，但是来到平板上，纵然是一块10.8寸的屏幕，我在同时使用时还是会遮挡较多的面积。要是像手机的小窗模式可以调节大小就完美了。其实说到底，华为的3件套目前还没有做到像苹果那样的3端无缝联动。虽然是登录了同一个账号，但是绝大部分功能只能在手机端和平板端联动，
手机端和电脑端联动。苹果这边则只要登录同一个苹果 ID 的设备，就几乎不用你再做其他工作了。这边复制其他设备就可以直接进行粘贴使用。在 iPhone 上使用 Safari 浏览器，或者说配置写一些文档，你再打开 iPad 或者说 Mac 就可以继续浏览或者继续写文档。目前华为的主力硬件核心功能仅能实现两联动。当然，这个时候肯定很多人就要说了，价格啊，确实啊，价格是一个关键因素。华为三件套的高端版和苹果三件套的价格，大家对比感受一下。在我看来，华为的三件套被很多小伙伴选择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荣耀这个性价比子品牌的存在。虽然 EMUI 生态联动呢还有不少问题，但是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可以丰俭由人，价格可高可低。想要组成一个入门版的 EMUI 小生态，价格跟高昂的苹果比，那真的还是很性价比的。苹果的产品为什么到现在一直被那么多人喜欢追捧？以前呢，咱们可以说是有品牌溢价啊，但随着安卓厂商不断冲击高端，价格也到了8000元档位。现在还能得到消费者认同的原因，除了系统生态，还有一个就是苹果会将每一个小的功能打磨完善之后，才会发布到消费者面前。即便有一些安卓厂商已经发过了，但是苹果完善的细节和流畅的体验，依然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只不过哇的这个声音啊，稍微小了一些，而且相对于安卓这边品牌复杂、应用规格不统一，苹果在自身生态内的强大统治力，想要做点什么功能点，也相对更加容易的多，效果也会更好。华为近些年在软件上的改变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生态级别的功能完善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底层软件服务方面，在被谷歌限制之后，华为也召开了 HMS 开发者大会，就是为了应对销往海外的华为手机脱离谷歌的 GMS 之后，依然拥有应用生态，网络更多的 APP 去搭载自己的 HMS 移动服务。即便现在在国内，如果你想用华为自家的 APP， 比如华为健康，如果你用的是一加手机的话，也要再装一个 HMS。没办法的办法，这也算是为了未来的鸿蒙系统搭建迈出的关键一步吧。这可是一个不亚于芯片的庞大工程。路还很遥远，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吧，好在迈出了第一步。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尤其是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不过万正天，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